今天化腐朽为神奇，用几百就让我找回童年的乐趣。生活在湖边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船。今天在隔壁村看别人捕鱼，无意在田坎旁发现了几艘废弃的船壳。这艘是长条形的，船头是圆的。这艘比较大，但是船尾缺了一块。唯有这艘，无论是大小还是形状，都是很完美的。就是不知道漏不漏水。现在先下水看看能不能把船移动。3个人费了不少力气才把船放回水面，但是这里是田坝，水位比较浅，不过好在有了点浮力，跨过这条田坎就终于自由了。船现在已经到深水区了。如何把船壳沿着水路移动到家门口也成了问题，船壳也没有动力，更不清楚有没有漏水的情况。为了安全，先找了一艘你们可能没有坐过的船做牵引，拖着船壳移动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还是没有意外。经过1个多小时水路，我们成功靠岸。果然要讲究门当户对，豪宅配游艇，瓦房的确只配小船。下一步就要测试船壳的情况。这个应该是以前的板凳，给它拆掉。这么厚的鱼，这俩的种花应该是可以。我们先把动力系统给它装上，给它固定住，测试一下。测试还是要做好安全措施啊！各位渔工做好，我们开始出发了。完蛋了，刚准备出发就发现漏水了。不管了，先试试船口能不能移动。兄弟们还是可以的，还是这动力跑得起来。空船不能检验它的质量，我们准备在岸边装点石头测试它的承载能力，顺便看看满载时有没有漏水的地方。石头满载后，水位线距离船舷已经非常接近了。目前就只发现船头有个洞在漏水，其他地方还算安全。虽然速度有点慢，但毕竟是新能源动力，更环保。通过了暴力测试，下一步就可以找一块地势平整的地方，把船拖上岸，开始修复工作。经过一系列的操作，船总算成功上岸。修补要先从船底开始，船要先侧翻80度。应该没问题。船壳表面残留了很多泥土和苔藓，修复之前还要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。冲洗虽然没有发现大的问题，但是漏洞和开裂的情况比较常见。船体是玻璃钢结构，修补前要先对表面进行打磨。这种玻璃铅布搭配树脂胶凝固之后，就是与船体一样的玻璃钢结构。船身所有的漏洞和裂缝都要这样反复处理几遍。船舷以前的螺丝早已经生锈腐蚀，裂开的地方只能从新用螺丝固定，之后又用原子灰对这些裂缝进行了填补。船体的地面就用纤维布搭配柔性防水材料通体涂抹了2遍。又等了几天，修补的材料凝固后，就可以下水对船进行2次试验。同样还是在岸边装了1船的石头，当然这次装得更满，水位线距离船舷只有几厘米的差距。就这样满载停靠在岸边测试2天，再做打算。兄弟们完蛋了，船居然沉了。没有水深的话，差不多有1.2米左右。是干什么去？事已至此，只有下水先把能摸到的石头扔出船舱，但是水太深了，只能勉强摸到船头的石头。现在只有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船拖起来一点，再做打算。但是船里还装了很多的石头，为了稳当手拉葫芦，就安装了2个多，增加了1层保险。哇，有反应了，看看这个办法行得通。船头露出水面后，为了减轻钢绳的受力，又下水把船头的石头扔了出来。关于船沉没的原因，现在还是个谜。回想满载时，我也仔细观察了，没有发现有漏水的情况。我猜想很大的概率是其他船只经过产生的水浪从船尾流进了船舱里。就这样来回重复了几遍之后，船终于再次露出了水面。终于成功了。雨停后就可以找个地势开阔的地方重新上岸进行最后一步打造。上漆之前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，上次补了漏洞，很多地方都是凹凸不平的，打磨的过程中也可以清理掉表面老化的杂质，就是这粉尘有点让人受不了，即便我全副武装也能感受到空气中浓烈的刺鼻感。这个漆是什么颜色的呀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是白色呀。这是纯洁的颜色。我也要刷。船身基础刷白后总算有了点变化，等了几个小时漆面硬化后就可以刷第2遍了，特别是船的外侧，以前的颜色偏深，刷一次没办法完全覆盖。船的内部给它选的是橙色的地平漆，之前修补只是刷了1层灰色的防水材料，直接裸露并不耐磨，并且长期外面风吹日晒，时间久了也容易出问题。船虽小，但一路走来也经历了坎坷，也配拥有船名。经历了几天的打造，今天终于可以下水试航了。出发。就这样造价仅几百就拥有了一艘能装能载还能跑的新能源动力小船，让我的湖边生活又多了一些乐趣和快乐。